今天我们来讲讲印度，从一个较为客观的角度分析一下印度人眼中的世界，也了解一下印度那些看似奇葩的行为模式和民族心理，究竟是什么让他们有着颠扑不破的印式自信，令印度委屈地认为我这么秀，中国凭什么不拿我当大国？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印度即使确然不堪一击，我们还是应该在战略上摆正我们的应敌态度。既然印度已然确信自己应当与我们为敌，我们就不能无视这一位不知哪天就不讲道理的邻家势力。如果我们再不了解他的章法逻辑，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误判，这和日常的粗心大意又不相同，说大说小都是国与国之间的较量。我们都知道，印度首先是一个人口大国、农业大国，曾几何时我们也是第一生产业占主导，但那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事情，虽说也才半个世纪不到。如今2020年初，中国日报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我国已然成为第三产业占比半数以上，53.9%的强大有机经济体。俗话说10年树木100年树人，未来发展之后备力量还足够充盈。而印度表面上看第三产业也占比半数以上了，第一产业仅占比17%，却占用了印度半数以上的就业人口。可以看出，以印度的农业效率还不算解决了吃饭问题，甚至很艰难。也就是说，农业出问题，半数以上的人都面临着失业，剩下半数的人吃也会出现问题。但印度方面并不从这一角度看待发展现状，而是沉浸在 GDP 增速的喜悦当中，戴着全球增速最快大型经济体的帽子，忽略了在绝对值层面，中美经济结构的变化才是世界经济走势的决定因素。而且决定印度周边经济环境的是中国，并不是遥远的美国。所以高度不同，我们的前方不是印度，但印度却满心满眼都是我们，这种不对等像极了爱情。另外，从历史角度看待中印发展，我们会发现两国的基础却有一定同质性，区别在于内核不同。印度1947年成立，我们1949年，人口规模相近，发展道路起点相似，直到1980年，两国人均 GDP 仅相差1美元。如今我们突破1万美元，印度2100，但印度在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中，经济还是排在首位的。可能这种换位还不够深刻，不足以体会印式自信的来源。首先，印度的盛世时代出现在现当代，独立、统一、繁荣、强大都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。而我们作为曾经的富人，背负着复兴使命的后人，总处于一种抚今追昔、不太满足的状态，自然无法体会印度巅峰时期的快乐与自满。另外，印度人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十分自信，认为其具有普世价值，而中国是通过作弊手段才取得如此多的成就的，其他国家学不来也不想学，所以对世界人民来说，印度的发展模式更具参考价值。这样的自满自信心理，就令印度萌生一种南亚次大陆我说了算的主观判断。再看看巴基斯坦，总觉得哪都不顺眼。另一方面，处处对标中俄美，力争平等，注重战略自主，摆足了大国的架子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就审时度势，灵活自主得多，也就争取到更多的发展机遇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即使印度的内心做足了功课，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再自信，面对经济现状也是没有任何特权。印度人自然最了解经济状况呢，但却安之若素地将日常生活一再改造，这就形成了一些奇特的景象，比如火车外挂，其实是真的坐不下，但条件不允许就自力更生；比如印式热水器，把自来水接到电磁炉上热。所以像印度这样越过一些必要程序，刻意追求纸面数字、纸面报道，是完全靠不住的。经济基础没打好就追求上层建筑建设，完全是在找刺激。同时又错误地视中国为百年不遇的仇敌，拒绝了中国试图互惠互利的种种带动效应，注定只能长期成为评论家口中极具潜力的代名词。潜力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效用，将成为负累。所幸中国已将潜力大幅激发。归根究底，印度的问题出在对道路的清醒认识和正确规划上面，这也怨不得被旁人看了一些狼狈状的笑话。